毛泽东曾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我是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。”那意思是说啊，这天上地下，上到玉皇大帝，下到18层地狱的阎罗王，没人管得了我。这口气啊，就连孙猴听了也得甘拜下风啊。在毛泽东出生之前呢，母亲文七妹啊曾先后生下过2个娃，但都早早的夭折了。文七妹对这个刚刚降生的娃是格外的疼爱，却心里呢也不落挺，唯恐这个孩子再次夭折，所以呢干脆请了个算命先生。这先生掐指这么一算呢，说这孩子呢8字大，命不错，不过要让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呢，得给这娃认个干爹干娘。文七妹一听这话，就让自己的儿子认了七舅和七舅妈为干爹干娘，是希望托七舅妈的福，庇佑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。不过文七妹的婆婆贺氏呢却不满意，要想保住自家的血脉，在这老太太看来啊，那得找个有来头、更厉害的干娘才行。找来找去呢，找了一块大石头当起了干娘。感情这老太太啊，是从《西游记》里得的灵感啊，媲美啊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孙猴啊。要说这石头啊也不一般啊，颇有些来头。在当地呢有一个龙潭沱，沱下有一眼清泉，甘甜凛冽，常年是喷涌不息。民间传说，古时候那泉水中啊常有恶龙作祟，侵害百姓。于是呢，来了一位高人，用了一块巨大的仙石镇住了恶龙，从此是保全了一方的百姓。乡民们认为啊，这仙石大有来历，于是啊就在上面呢修建了庙宇。文七妹的婆婆认为啊，只有这块石头才配做自己孩子的干娘，有了仙石的保佑呢，自家娃的命啊才能够坚如磐石嘛。于是年纪尚小的毛泽东呢，就稀里糊涂的认了这块大石头为自己的干娘，有了日后啊13伢子的小名。1917年，已经长大成人的13伢子来到长沙读书。这一年暑假呢，13伢子和同学萧玉来到了维山寺游玩。寺院的方丈啊亲自接待，方丈是慈眉善目，合掌施礼之后呢，就让2个年轻人席地而坐。谈话间还多次婉转地表示希望他们呢能出家修行。不过2人呢并不为所动。方丈啊先是闭目合掌，嘴里不停地吸动着，随后呢望着萧瑜对其大讲佛门美德。无奈啊，萧瑜呢丝毫提不起兴趣，一个劲儿地摇头摆手。我是烦心未了，研究学问呢，愿意改造中国为目的。方丈见状呢，也只能是叹了口气，遗憾地说：“只怕萧施主今日不留维山，日后也是难留中国呀。”虽然萧瑜啊颇为惊讶，倒也没放在心上。直到15年后，萧瑜因盗卖故宫文物，携巨款潜逃，一直流亡在国外，直至终老啊都没能够踏上自己的故土，也是应验了方丈的话。之前方丈对萧瑜说话时啊，完全没有理会一旁的13伢子啊，这一转头呢，盯着13伢子问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：这佛教为什么能在中国千年不衰呢？在13伢子看来啊，古代帝王尊崇佛道，纯粹出于维护其政治统治的需要。不过呢，方丈认为啊，中国的历代皇帝对宗教的敬仰乃出自于天性。比如唐代的皇帝扶持儒释道，让他们在中国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当中。这时啊，13伢子仿佛是若有所悟地冒出了一句：“几个宗教和谐共存，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。”方丈是一脸严肃地望着13伢子：“施主，记好今天的这番话，日后千万不要忘记。”然而50年之后呢，中原大地上就掀起了一场红色的惊涛骇浪。儒释道被视为旧文化，封建迷信遭到了灭顶之灾。10年浩劫呢，也让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老僧啊是再一次一语成谶。而此时大权在握的毛泽东，早将当年13伢子的话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作为当时中国最大 boss 的毛泽东，对外虽然是大肆宣传禁止封建迷信，可他本人呢又是个十足的迷信分子。话说1949年，毛打算进京之前，特地跑了趟西山的龙虎关，找了一位道长为自己算了这么一卦。从进京的黄道吉日、未来的运势、政权的稳不稳，甚至连寿命都问了一遍。老道长呢倒也痛快，刷刷刷写下了99和8341这两组神秘数字。于是呢，就在1949年的9月9日的9点，这老毛踩着点儿进了北京的中南海。而8341这一组数字呢，老毛一直将其视为自己的护身符、皇命的吉数，甚至将守卫他的御林军中央警卫师的番号也改名为8341。直到1976年毛去世的时候，人们才惊讶地发现，原来那组数字说的是毛将死于9月9日，活了83岁。而41呢，是指从遵义会议算起，毛从王明手中夺权，总共掌权了41年。诡异的是毛的死期和入主中南海的日子竟是同一天。据说毛见过龙虎关的道长之后呢，又拜见了另一位老道。那位老道曾告诉过毛，这帝王之居不可入，一生娶妻有3房。这帝王之居呢，自然指的就是紫禁城了。经过道长这么一说毛把他住的地方选在了故宫边上的中南海。这晚清时中南海呢曾经是慈禧软禁光绪的监狱，放着近在咫尺的帝王宫殿不住非得住在囚禁皇帝这么个晦气的地方。看来呢，毛对老道的话也是深信不疑，生怕故宫的王气呢镇住自己。自认无法无天的他终其一生呢也不敢越雷池半步除了故宫紫禁城呢，另一个让毛非常忌惮的地方，那就是延安。按说这延安可是毛的龙兴之地，帮他夺下大权的老巢。入京后当了国家的最高领袖呢，居然都不敢回延安看一眼，这又是咋回事呢？当年蒋介石攻打陕北，这胡宗南呢调集了20万大军进攻延安。当时的共匪决定一路呢留守陕北，一路是东渡黄河进入华北。当时的毛呢对于去留问题曾是多次犹豫不决，干脆找高人呢算他一卦。结果说时值初春，河水枯竭，时不宜过河。毛对高人的话是言听计从，于是呢就乖乖的待在陕北没有过河。最后高人还说了一句：“此河不可轻易过，若过切勿再回头。”后来呢，老毛过了黄河，入京城掌权，当上了比皇帝还牛的红太阳却因为高人的这句话，到死都没敢回延安看一眼养了他13年的陕北百姓。所以延安的老乡们私下呢都骂这毛没良心。1966年呢，毛因为政策失误，在党内的声威是直线下降，只能是以退为进伺机东山再起。而刘少奇作为主席呢，在党内的地位是如日中天，这让毛感到了威胁。退居2线的毛泽东担心自己权位不保，当打听到当年给自己算命的衡山道士仍然健在，便马不停蹄的来到衡山找他算命。据说这个衡山老道能预知未来，还能断言自己能活到120岁。不过呢，却因为泄露天机，60多岁时双目失明了。一路上呢，毛对随行的华国锋、汪东兴等人讲起了这位道士的过往。毛兴致勃勃地说道：“道士曾说湖南这个地方在100年内将会出现5个帝王级的人物。”毛呢指着自己说：“我应该算一个刘少奇呢也应该算一个。还有一个应该就是彭德怀，至于剩下的2个人是谁呢？毛就不清楚了。”一行人来到了山上的大树前停了下来，毛呢让华汪等人呢在那里等候，自己是只身来到了道士的茅草屋里。而负责警戒的汪东兴呢，由于担心毛的安危，只好是悄悄地站在茅屋的窗前，于是呢就有机会听到了谈话的部分内容。只见瞎眼道士声音洪亮地说道：“刘这个字就是这样了，你用好人的法子对付不了他。你是矛，他是某金刀，哪里是对手？可是你有你的办法，乱毛如毡，国土袈裟，水尽油滑，也能挡得住他。
可是你要在这上面折阳寿的呀。至于那个林呢，你不必担心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如果他出头呢，别人会治他，用不着你动手。你是属羊的，和林呢没有麻烦，不要被人借刀杀人。可是呢，你这个人呢，多疑善变，这2件事情都弄不好，此乃天命，也无法更改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听到这儿汪东兴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毛来看望道士，不仅是给自己算命，也是给刘少奇、林彪算命。由于双眼已瞎呢，道士就摸了摸毛的天门，说这40年前我就给你算过，你是个长寿之人，应当好好做学问的。现在这一切都晚了，该干什么就去干吧。临走时呢，道士还说，我不能和你打交道太多，我们的气不一样。等毛从茅草屋里出来之后呢，手里还拿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16个字：上山走闲，下山走公，玉泉瓦碎，无动于衷。毛将手中的纸呢交给了汪东兴，让他找个地方好好的保存起来，将来呢做个验证。在衡山老道算命之后呢，毛便对刘少奇和林彪2人起了杀心，在文革期间整死了刘少奇，随后呢也除掉了原定的接班人林彪。这毛的一生可谓是机关算尽，为了权力是诡诈权谋，无所不用其极呀。一方面呢，用无神论给全国的老百姓洗脑，轰轰烈烈的破除迷信；而另一面，自己是到处找高人替自己算命，恨不得比谁都信。也难怪有人说，这世界上的独裁者个个都是 PUA 的高手和大忽悠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